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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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和发小刘坤辛苦1年，跑长途客车赚了整整300万。分账那天，他甩给我一张6万块的银行卡，这是你的，剩下的都是我的管理和运营费。我气笑了。当晚，我趁他花天酒地，直接开走我们合伙买的大巴，把我们手里最大的线路全抢了过来。第2天，他在电话里咆哮，我只听见杯子被他砸烂的声音。我和发小刘坤辛苦1年，跑长途客车赚了整整300万。这个数字像一团火，在我胸膛里烧了整整1年。母亲下周就要进手术室了，有了这笔钱，不仅手术费绰绰有余，后续的康复疗养也能用上最好的。我甚至已经想好了，等妈身体好利索了，就带她去南方过冬，再也不用受老家那刺骨寒风的罪。我对面，刘坤慢悠悠地吐出一口烟圈，烟雾缭绕中，他那张脸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他身上那件印着夸张字母的 T 恤，我见过照片，要5000多。手腕上那块金灿灿的表，更是晃得我眼睛疼。而我刚从几百公里外赶回来，身上还是一股柴油味儿和尘土味儿。洗旧了的工装外套袖口已经磨破了边。我们2个坐在这里，不像是一起打拼的伙伴，更像是2个世界的人。阿哲，辛苦了。刘坤掐了烟，从他那个精致的皮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用2根手指夹着，推到我面前，动作轻飘飘的，像是在打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目光灼灼地盯着那张卡，这里面是我拿命换来的希望。卡里是6万，你先拿着花，剩下的294万都是公司的管理和运营费，还有我这1年拓展人脉、客户公关的费用。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6万，我掏了掏耳朵，怀疑自己日夜颠倒开车，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幻听？300多万的利润，365天不间断的奔波，最后只换来6万块。我看着他，试图从他脸上找到开玩笑的痕迹，但他没有，他脸上只有理所当然的施舍和轻蔑。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沙哑，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管理费、运营费，刘坤，你他妈给我说清楚，什么管理费能花掉将近300万？阿哲，你怎么说话呢？你一个开车的，懂什么叫客户关系维护吗？懂什么叫信息渠道拓展吗？请宏远客运的周经理吃饭、喝酒、洗脚，哪样不要钱？给运管的人送礼打点，不然我们的车能跑得这么顺。还有信息部的那些朋友，没有他们提供的一手客源信息，我们去哪里找这么赚钱的线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线路。我这一天到晚，我连个觉都睡不好。他说的每一条都冠冕堂皇，仿佛他才是那个运筹帷幄、耗尽心血的功臣。可我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是过年那天，万家灯火，我一个人啃着冰冷的面包，堵在风雪交加的高速上，是夏天暴雨，雨刮器刮不干净前方的瓢泼大雨，我死死握着方向盘，连打个盹都不敢。是为了赶班次，一天只睡4个小时，靠着一根又一根的劣质香烟和浓茶顶着，熬得双眼通红。这1年，我吃的最多的是泡面，睡的最多的是驾驶室。而他呢，他的朋友圈里不是在 KV 里抱着麦克风嘶吼，就是在酒吧里举着酒杯和不同的女人合影，再不然就是炫耀他新买的奢侈品。现在，他用我没日没夜换来的血汗钱，给他自己镶上了一层金边，然后反过来指责我格局太小，不懂人情世故。原来所谓的兄弟，所谓的发小，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给他赚钱的工具，一个可以随意丢弃的消耗品。我的心一点一点沉下去，沉到冰冷的海底，所有的愤怒和质问都被冻结了。我看着他那张仍在喋喋不休的嘴，觉得无比恶心。跟他争吵没有意义，对一个已经烂到骨子里的刽子手谈感情，只会脏了我的嘴。胸中的那团火熄灭了，只剩下一片冰冷的灰烬。我缓缓地扯出一个笑容，一个让他都有些意外的冷笑。我伸出手，拿起了那张薄薄的卡片。好，我说，只有1个字。刘坤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认清现实。这就对了嘛，阿哲，眼光要放长远一点。他眼中的轻蔑更浓了，拍了拍跟着我的肩膀，语气带着施舍般的安抚。他以为我认怂了，他以为我还是那个可以任他拿捏的老实人徐哲。我点点头，没再说话，起身离开了这个让我窒息的包间。走出饭店，外面的热风吹在脸上，我却感觉不到暖意。我打了个车，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我们停车的那个停车场。夜色深沉，巨大的大巴像一头沉默的钢铁巨兽，静静地趴在那里。
车头锃亮，轮胎上的纹路还很深。这是我的伙计，我用血汗喂养大的伙计。我走过去，用手掌抚摸着冰冷的车身，感受着那熟悉的金属质感。我从口袋里摸出了另一把备用钥匙，这是当初提车时我留下的一个心眼。打开车门，坐上熟悉的驾驶座，闻闻着那股属于我自己的柴油和汗水的混合味道，我的心前所皆有的平静。我没有丝毫犹豫，拧动钥匙，发动机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像是在回应我的决心。我拿出手机，拔掉 SIM 卡，连同手机一起扔进了副驾的储物箱。从这一刻起，世界清静了。我挂上档，松开手刹。这头钢巨兽缓缓驶出停车场，汇入了城市的夜色之中。刘坤，你的面子你自己挣去吧，我的血汗我亲手拿回来。城市边缘的灯光渐渐稀疏，我把车开进了一片废弃的工业区。这里偏僻，鲜有人知，是最好的藏身之所。熄了火，周围瞬间陷入一片死寂，只有几声不知名的虫鸣在远处断断续续地响着。我靠在座椅上，点了一根烟，猩红的火光在黑暗的驾驶室里忽明忽灭。我没有时间愤怒，也没有时间迷茫，每一步都必须在刘坤反应过来之前完成。我们的生意里最大也是最稳定的一单，是给宏远客运跑长途班线。下一趟班次就在明天一早出发，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省城。这是一条黄金线路，利润丰厚，违约金更是高的卡人。以刘坤的性格，今晚拿到300万巨款，必然会去花天酒地庆祝他的成功，不到明天中午是不会醒的。这就是我的机会。我从储物箱里翻出一部早就准备好的老人机，换上新的电话卡，开机，找到一个烂熟于心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通，传来一个沉稳的中年男声：喂，哪位？周经理，是我，徐哲。电话那头是宏远客运的运营部负责人周明。这一年，每一次去宏远跑班次接任务，都是我亲自对接。周经理对我印象很好，他不止一次夸我车开得稳，人也踏实。小徐，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用这个号打过来。周经理，长话短说，我和刘坤那边出了点问题，掰了。为了保证您这趟班次能安全准时发出，我已经单独出来了。周经理有些意外，我压低了声音，我亲自给您跑这趟线，运费还是按老规矩，您看行吗？我没有添油加醋的控诉刘坤的罪状，只是陈述事实。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我能想象到周经理此刻正在权衡。刘坤平时只会在电话里动动嘴皮子，吹嘘自己人脉多广，但具体到执行层面，永远都是一问三不知。而我是那个无论刮风下雨都会把车准时凯到的人。你确定？我确定，车就在我手上，我现在就可以去车站待命。周经理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探寻。好，刘坤那边我早就觉得他不靠谱。小徐，我相信你，车站那边我来打招呼，你直接过去。谢谢周经理。周经理做出了决定。挂断电话，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最关键的一步成功了。我拧动钥匙，重新发动大巴，调转车头，朝着宏远客运的车站疾驰而去。熟悉的门卫，熟悉的调度员，在接到周经理的电话后一路绿灯。我熟练地检查着车况、油箱、轮胎气压，把车厢打扫干净，座椅套整理平整，每一个步骤都早已刻在了我的骨子里。凌晨4点，当整个城市还在沉睡时，我的大巴已经满载着旅客，悄无声息地滑上了高速公路。第二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将天边的云彩染成一片金黄。我的手机就是那个被我扔在储物箱里的旧手机，疯狂地震动起来。不用想也知道是谁。我戴上蓝牙耳机接通了电话，却没有说话。徐哲，你他妈死哪儿去了？车呢？老子的车呢？刘坤的咆哮声从听筒里炸开，带着宿醉后的沙哑和极度的暴怒，几乎要刺破我的耳膜。我猜他应该是接到了车站那边的质问电话，然后发现车不见了，又打不通我的常用号码，最后才想起了这部备用机。我问你话呢，你个白眼狼，把车给老子开到哪里去了？你是不是想死？我依旧没有出声，只是平静地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的道路。耳边是他气急败坏的咒骂，各种污言秽语像是不要钱一样喷涌而出。突然，电话那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是塑料碎裂的声音。我能清晰地想象出他一拳砸在自己那辆宝马车方向盘上的场景，那声音真悦耳，像一首庆祝我新生的交响乐。听着他无能狂怒的喘息声，我冷笑着挂断了电话。刘坤，这只是个开始，
你欠我的，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地拿回来。车子平稳地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朝阳的光芒透过前挡风玻璃洒在我身上，身上暖洋洋的，可心里却有一片地方空荡荡的。和一个人彻底决裂，就像是从身上剜掉一块肉，即使那块肉已经腐烂，也依然会疼，但更多的是一种解脱，一种挣脱枷锁，迎向新生的快意。前路或许依旧充满未知和艰险，但至少方向盘握在我自己手里。2天后，我比预定时间提前了3个小时，将满载的旅客稳稳送到了省城宏远客运的分站门口。周经理的助理小刘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看到我跳下车，他一脸惊喜。徐哥，你也太快了吧！周经理还说你可能要晚上才能到。我笑了笑，递上一根烟。路上顺，就开快了点儿。验车交单，一切都井井有条。小刘拿着签收单，当场就把这次的运费转给了我。手机震动了一下，一条入账信息跳了出来。看着那一长串数字，我的心终于落回了实处。这是第一笔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钱，不是别人施舍的6万，而是我用技术和汗水堂堂正正赚来的。徐哥，周经理让我转告你，后面还有几批班次，都挺急的。只要你能保证运力，就都交给你跑了。我心中一热，用力点头。没问题，你让周经理放心。告别小刘，我找了个地方停好车，第一件事就是把钱给家里转过去。我没有转全部，只转了足够手术和前期康复的费用。电话接通，是母亲熟悉的声音。阿哲啊，怎么有空打电话？妈，钱我给你打过去了，你明天就去医院办手续，安心准备手术，别怕花钱。你这孩子哪儿来这么多钱？哼，您别管了，我这边接了个大活，老板预付的。您养好身体最重要。我没敢说实话，怕他担心。挂了电话，我靠在车头点了一根烟，看着远方的天空，眼眶有些发热。另一边，刘坤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因为无法按时发车，他不仅被宏远客运直接拉黑，还面临着高达20万的违约金索赔。他气急败坏，开始在我们的司机圈子里疯狂散播谣言，说我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忘恩负义，偷了他的车，抢了他的生意。一时间，各种难听的话都有。有些不明就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带上了几分鄙夷。我不在乎这些，嘴长在别人身上我管不住。当务之急是找一个稳定的据点以及更多的客源。我想到了一个人，老杨，杨国栋，他是我们这边最大的客运站老板，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为人精明，但骨子里却很讲义气。他最看重2样东西，信誉和能力。以前我跟着刘坤跑的时候，和他打过几次交道，他对我的印象应该不差。回到我们所在的城市，我直接把车开到了老杨的客运站。老杨正在办公室里喝茶，看到我进来有些意外。小徐，你不是跟刘坤那小子一起干嘛？怎么自己跑过来了？我没绕圈子，直接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包括那300万和6万块。我没有夸大其词，也没有刻意卖惨，只是平静的陈述事实。老杨听完，重重的把茶杯往桌上一顿。妈的，我就知道刘坤那小子不是个东西，整个1、2道贩子，油嘴滑舌，一点实事不干。他骂了一句，抬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股欣赏。小徐，你这事儿干得漂亮，对付这种小人就不能手软。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车以后就停我这儿，场地费我给你免了。我手头上还有些散单，虽然没宏远那么大，但也能让你先周转起来。以后有合适的活儿，我优先介绍给你。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在我被所有人误解和指责的时候，老杨这份不问缘由的信任比什么都珍贵。杨哥，谢谢你。谢个屁！我老杨看人，一看人品，2看本事。你2样都有，我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以后赚钱了，别忘了请我喝酒就行。有了老杨的客运站作为后援，我感觉自己像是漂泊在海上的船，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我不再是孤军奋战了，心里那份因为背叛而产生的冰冷，也渐渐被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所融化。安稳日子没过几天，刘坤的报复就来了，而且是以一种我完全没想到的最阴毒的方式。那天下午，我正在老杨的客运站里接洽一个新的运输单子，客户是个爽快人，对老杨介绍的我非常信任。我们很快就谈妥了价格，准备签合同出发。就在我拿起笔的瞬间，几名穿着制服的警察走进了办公室。谁是徐哲？为首的警察环顾四周，声音严肃。我是。有人报案说你涉嫌盗窃他人财物，金额巨大，请你跟我们回所里配合调查。警察说着出示了证件。盗窃？我整个人都懵了。
老杨也急了，连忙上前解释：“警察同志，是不是搞错了？小徐是我看着的，他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警察的表情没有丝毫松动。报案人刘坤提供了车辆的购车合同和行驶证，上面车主的名字都是他一个人。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如坠冰窟，这才猛然惊醒。从我们合伙买车的第一天起，他就给我埋好了这个能让我万劫不复的致命陷阱。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是了，当初买车的时候，我一门心思都在凑钱和跑车上，所有手续都是刘坤一手经办的。他说他路子熟，办得快，我当时也没多想。为了方便处理一些违章和业务，行驶证上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我曾经无比信任的发小，会在这里埋下这样一个致命的陷阱。警察同志，车是我和他合伙买的，我出了1半的钱。有证据吗？转账记录或者书面协议？警察的问题像一盆冷水，从头到脚将我浇了个透心凉。没有，什么都没有。当初为了凑够那笔车款，我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最后凑齐的50多万是分几次用现金给他的。我们之间连一张最简单的借条都没有，因为他是刘坤，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发小，我从没想过要去防备他。现在这份信任成了一把对准我咽喉的利刃，在法律面前我百口莫辩。那辆大巴我赖以生存的饭碗被当场作为赃物贴上了封条，暂时扣押。而我在客运站几十号人惊愕、怀疑、同情的复杂目光中被带上了警车。车子启动时，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了老杨焦急的身影，还有那个刚准备和我签合同的客户摇着头离开了。我的心沉到了谷底。刘坤这招太狠了，他不仅要抢走我的钱，还要毁掉我的名声，断掉我所有的后路，甚至想把我送进监狱。到了派出所，我被带进问询室，冰冷的桌椅，刺眼的灯光，让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真正的罪犯。就在我等待问询的时候，一个人影出现在了门口，是刘坤。他倚在门框上，脸上挂着胜利者才有的那种得意而又残忍的冷笑。他看着我，嘴唇无声地动了动。我读懂了，你斗不过我。问询室的空气凝重的像要结成冰。我坐在椅子上，对面是2名做笔录的警察。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们合伙买车、利润分配的事实，声音平静，但内心早已翻江倒海。我说的口干舌燥，但每一个字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没有证据，在冰冷的法律条文面前，口头的陈述一文不值。徐哲，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情况对你非常不利。年长一些的警察放下笔，语气严肃：购车合同、发票、行驶证，所有的法律文件上，所有人都是刘坤。如果你拿不出你出资的有效证据，一旦他坚持起诉，你可能真的要面临刑事指控。刑事指控这4个字像4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我一个靠力气和技术吃饭的司机，一旦背上案底，这辈子就毁了。就在这时，问询室的门被推开，刘坤走了进来。他换上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仿佛我才是那个背信弃义的小人。阿哲，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他走到我面前，声音里带着伪装的惋惜。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你为了钱竟然偷我的车？警察看了他一眼，示意他不要影响调查。刘坤却像是没看见，继续他的表演。他假惺惺地对警察说，能不能让他和误入歧途的兄弟单独谈谈。警察出去后，刘坤脸上的伪装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贪婪和威胁。徐哲，我给你个机会。他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现在跪下来求我，然后把你抢走的那单运费，还有你卡里所有的钱都转给我，最后再给我写一张30万的欠条，作为你这次给我造成的精神损失和误工赔偿。他顿了顿，眼神阴狠。做到这些，我可以考虑跟警察说这是一场误会，撤销报案。不然你就等着进去捡肥皂吧。我看着他丑陋的嘴脸，终于明白了，他根本不是要车，也不是要那点违约金，他是要榨干我身上最后的一滴血，把我彻底踩进泥里，永世不得翻身。我心中的最后犹豫，彻底被这无耻的勒索击得粉碎。我笑了，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刘坤，你做梦！你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刘坤的脸瞬间扭曲，恼羞成怒地指着我：好得很，你就等着瞧，我玩不死你！他摔门而出，留下狠话。我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冰冷的空气灌入肺里，反而让我的头脑异常清醒。我不能坐以待毙。就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老杨带着一个穿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小徐，别怕，
杨哥给你请了律师。老杨的声音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些。律师姓吴，他迅速了解了情况后，脸色也变得凝重。情况很棘手。吴律师推了推眼镜，目前唯一的突破口就是找到你出资的旁证，任何可以证明你在那个时间点有过大额资金流出，并且与刘坤有关联的证据或证人。证据。我拼命的在大脑中搜索，回忆着1年多前买车时的每一个细节。我的钱都是现金，没有流水。当时在场的除了我和刘坤，再没有第三个人。时间1分1秒的过去，我的心越来越沉。难道真的就这么完了？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个被遗忘的画面猛地从我记忆深处跳了出来。那块怀表，父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一块成色很好的老式银质怀表。当时为了凑够最后一笔车款，我忍痛将它卖掉。我记得很清楚，去的是城西一家老字号的典当行。更重要的是，当时为了让刘坤放心，我是拉着他一起去的。我猛地睁开眼睛，激动地抓住吴律师的手。我想到了典当行，我卖了一块怀表，当时刘坤就在我身边。那一瞬间，我仿佛在漆黑的深渊里看到了从裂缝中透出的光。老杨是个行动派，问清楚典当行的名字和大概位置后，他立刻就驱车赶了过去。我在问询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傍晚时分，老杨和吴律师终于回来了，他们的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找到了！老杨一进门就大声说道。原来那家老字号典当行的老板对1年前来当怀表的我印象非常深刻。老板说那块怀表做工精良，是难得的老物件，市场价值不菲。他当时还反复劝我，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最好不要当掉，太可惜了。最关键的是，老板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我身边确实跟着一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也就是刘坤。老板证实我拿到贷款后，几乎是立刻就转手给了那个年轻人，嘴里还念叨着，这下买车的钱总算凑齐了。这句话就是铁证。更让我们惊喜的是，为了安全起见，典当行里里外外都装了高清监控，而且保存时间长达3年。老板把1年前那一天的监控录像调了出来。视频里，我把怀表递给老板，拿到一沓现金，然后毫不犹豫地将钱塞进刘坤怀里的画面被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下来，甚至连我们当时的对话虽然声音不大，但也能勉强听清。老杨当场就买通了关系，将这份关键的视频证据复制了一份。吴律师立刻将新证据提交给了警方，并正式申请复议。正在外面和朋友吹嘘自己如何智取白眼狼的刘坤，接到了警方让他再次来核实情况的电话。我能想象他那一瞬间的表情一定非常精彩。在铁一般的视频证据面前，刘坤所有的谎言都不攻自破。他脸色惨白，汗如雨下，语无伦次地试图辩解，但一切都是徒劳。他所谓的盗窃案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最终，警方认定此事属于经济纠纷，而非刑事案件，撤销了对我的盗窃指控。傍晚，我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外面下起了小雨，冰凉的雨丝打在脸上，我却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我大口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空气中夹杂着泥土的腥味，却让我觉得无比香甜。老杨开着车在门口等我，他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我就知道你没问题。我重获了自由，但新的难题也摆在了面前。虽然盗窃的罪名不成立了，但因为购车手续上是刘坤的名字，车辆的所有权依然存在纠纷。在法院做出最终判决之前，那辆大巴还要继续被扣押，我的生产工具没了。我看着远方灰蒙蒙的天空，眼神没有了刚出来时的喜悦，转而变得像雨天一样冰冷而坚定。刘坤，你以为这样就能拖死我吗？你错了，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从派出所出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老杨和吴律师狠狠吃了一顿。席间，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杨哥，吴律师，这份恩情我徐哲记一辈子，以后但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万死不辞。老杨哈哈大笑，说这些就见外了，快吃菜，你小子这几天肯定没吃好。虽然洗清了盗窃的嫌疑，但现实的压力却像一座大山，沉甸甸的压在心头。没有车就等于断了所有的收入来源，母亲的手术就在眼前，后续的康复费用还是个无底洞。我试着联系了宏远的周经理，他听说了我的遭遇，很是同情，但也无奈地表示他的生意不能等，已经暂时找了别的车队合作。我理解，生意就是生意，没有人会为了我一个人而停下脚步。刘坤虽然没能把我送进监狱，但他成功地拖住了我。我听说他正在四处筹钱，准备先把宏远的违约金给交了，然后想办法通过法律途径彻底把那辆车弄到自己名下。我陷入了事业停滞的危机，整个人都像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笼子里，焦躁不安。小徐，别急。老杨看出了我的焦虑，递给我一根烟。车的事情吴律师在跟进，急也没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闲下来。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我手下有个叫老孙的司机，跑云贵专线的，最近他老婆生病，他想多赚点钱，一个人有点吃不消，正想找个靠谱的副手。虽然赚的不多，但一个月下来也能有个7、8千，起码能让你先维持生计，也比闲着强。给别人当副驾，
从一个拥有自己大巴的老板沦落到给别人当副手，巨大的落差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我看了一眼手机里母亲的照片，所有的犹豫和骄傲都瞬间烟消云散。为了妈，别说当副驾，就是去搬砖扛水泥我也得去。杨哥，我去。我掐灭了烟头，眼神恢复了平静。第二天我就跟着老孙上了路。老孙是个50多岁的男人，话不多，但人很实在。他开上半夜，我开下半夜，两人轮换，车不熄火。虽然辛苦，赚的也少，但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反而让我焦躁的心慢慢沉静下来。我能继续熟悉路线，接触各种客户和司机，维持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人脉。一天晚上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我听邻车的一个司机闲聊时提到了刘坤。你们听说了吗？刘坤那小子最近跟疯了一样，到处找人借钱。可不是吗？听说他想把那辆被扣的大巴赎出来，拿去抵押借高利贷。他疯了吧？那车还在纠纷里，谁敢借钱给他？嘿，你不知道，他接触的是城西那个马哥，那家伙胆子大得很，只要有的赚，什么钱都敢放。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的心脏猛地一跳。马哥，那个在圈子里臭名昭著的放贷人，手段狠辣，吃人不吐骨头。刘坤竟然找到了他头上，一个恶毒却又无比精妙的计划，在我心中慢慢形成。刘坤，你不是想玩吗？我陪你玩。这一次，我要让你自己亲手跳进我给你挖好的坟墓里。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跟着老孙跑车，一边利用老杨在圈子里的人脉网，不动声色地打听着刘坤的所有动向。消息很快就汇总过来，和我预想的几乎一模一样。刘坤为了能从马哥那里尽快拿到钱，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被小人陷害、暂时落难的成功商人。他吹嘘自己和宏远客运的周经理关系铁的穿一条裤子，只要车一弄出来，马上就能接到几百万的大单子，赚大钱只是分分钟的事。他甚至还煞有介事的带着马哥的手下，在宏远客运的大门口参观了一圈。我听到这些消息时，只是冷冷的笑了。刘坤最大的问题就是短视和愚蠢，他以为所有人都像我一样会被他拙劣的演技所蒙骗。我找了个机会，用一个陌生的号码给周经理打了个电话。周经理您好，打扰了，我是一个跑客运的司机，最近听到点风声，有个叫刘坤的人到处打着您的旗号，说跟您关系多好多好，准备跟人借一大笔钱。我就是提醒您一句，别让这种人坏了您的名声。我没多说，点到即止。周经理何等精明，他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知道了，小徐，谢谢你提醒。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悦，可以想象，任何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极度反感有人拿着自己的名号在外面招摇撞骗。刘坤的这步棋已经彻底断绝了他和宏远客运未来任何合作的可能，而这正是我想要的。我太了解刘坤了，他急于求成，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了让马哥相信他所谓的赚钱能力，他一定会铤而走险。果然，没过几天，老杨就带来了确切消息。刘坤伪造了一份和宏远客运的长期承运合同，上面不仅有以假乱真的公章，还有伪造的周经理的签名。靠着这份假合同，他成功的从马哥那里借到了一大笔钱。拿到钱的第一时间，他就趾高气扬的去法院，把拖欠宏远客运的20万违约金给缴清了，然后又补齐了各种手续，准备去提车。他以为自己扫清了所有障碍，马上就能东山再起。他却不知道，他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一张通往地狱的单程票。我依旧隐忍着，像一个最有耐心的猎人，静静地趴在草丛里，等待着猎物自己走进陷阱最中心的那一刻。时机就快到了。刘坤拿到法院的财产证明时，几乎是哼着歌走出大门的。在他身后不远不近的跟着两个面无表情的壮汉，那是马哥的人，名义上是保护他的财产安全，实际上就是贴身监视，确保他拿到车后第一时间去办理抵押手续。刘坤对此毫不在意，他沉浸在即将反败为胜的喜悦中。他甚至已经想好了，等车一到手就立刻降价抢单，把那些之前敢看他笑话的同行全都击垮，尤其是那个该死的徐哲。他带着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扣押车辆的停车场，他掏出文件递给负责办理手续的工作人员，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工作人员正在核对信息，他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就在他伸出手准备在提车单上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他身后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壮汉头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喂，马哥。壮汉头子的脸色随着电话里的声音一点一点变得阴沉。什么？假的？合同是伪造的？他的声音陡然拔高，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刘坤签字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一股不祥的预感从心里升起。他回过头，正对上壮汉头子那双冰冷的不带感情的眼睛。电话是周经理亲自打给马哥的。周经理在电话里无意中提到，听说最近有人用一份伪造的宏远客运的合同在外面招摇撞骗。他提醒马哥，这种在道上混的大人物可千万别被这种不入流的小角色给骗了。马哥这种人最看重的就是面子，被人用假合同骗了钱，这要是传出去，他以后还怎么在道上混？暴怒的马哥当即就给手下打了这个电话。刘坤。壮汉头子挂了电话，一步步逼近，从怀里掏出那份伪造的合同，直接摔在了刘坤的脸上。你他妈好大的狗胆，敢拿假东西糊弄我们马哥！
刘坤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带走！壮汉头子一声令下，另外几个人立刻像饿狼一样扑了上来，将刘坤死死架住。不是我没有。大哥，你们听我解释。刘坤终于反应过来，开始疯狂的挣扎和嘶喊，但一切都晚了。他被两个壮汉一左一右的拖着，像拖一条死狗一样塞进了一辆黑色的商务车。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几百公里外的一个服务区里，吃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老杨用微信给我发来了一段现场的小视频，画面摇晃，但足够清晰。我看着视频里刘坤那张因为恐惧而极度扭曲的脸，平静地吃完了最后一口面，喝光了最后一口汤。法律有时候解决不了的人，自然有社会上的规矩来教他做人。刘坤，祝你好运。刘坤被马哥的人扣下了，他遭受了什么样的社会毒打，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3天后，他那对一向把儿子当成天、重男轻女到极致的父母找到了老杨的客运站，两位老人哭得老泪纵横，一见到我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阿哲啊，你就看在和阿瑞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放他一马吧。是啊，阿哲，我们知道是阿瑞不对，是他猪油蒙了心，你就跟那个马哥说说，让他高抬贵手，我们家愿意赔钱。我站在那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我的心里没有波澜，我只是想起了那个分账的饭局，刘坤甩给我6万块时那轻蔑的眼神，我想起了他在派出所门口对我做出的那个你斗不过我的口型。情分，当他把我1年血汗侵吞，当我被他诬陷入狱的时候，他跟我讲过半分情分吗？淑仪，你们起来吧。我的声音很冷，这件事不是我能说了算的，他借了别人的钱就该由他自己去还，你们求我没用。徐哲，你怎么能这么铁石心肠？刘坤的母亲见我油盐不进，瞬间变了脸，从地上爬起来指着我骂，阿瑞当初真是瞎了眼，才把你这种白眼狼当兄弟，你会遭报应的。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只觉得可悲又可笑。正是他们这种无底线的溺爱和纵容，才养出了刘坤这种无法无天的成年巨婴。我没有再理会他们的哭闹和咒骂，转身就走。我不是来开慈善堂的，有些人永远不值得同情。与此同时，我委托吴律师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财产分割诉讼。有了典当行的视频证据作为我们合伙出资的铁证，加上刘坤伪造合同骗取贷款的恶劣行径，法院的判决几乎没有任何悬念。最终那辆大巴被判决所有权归我徐哲所有。考虑到车辆折旧和初始的出资情况，我需要支付给刘坤一部分车辆的折价款。这个结果正中我的下怀。更妙的是，马哥那边也通过法律途径向刘坤追讨欠款。法院判决下来后，我需要支付给刘坤的那笔折价款还没到我手上，就直接被法院划扣，用于偿还刘坤欠马哥的债务。一来一去，我几乎没花1分钱，就名正言顺的拿回了那辆凝聚着我全部心血的大巴。而刘坤在被父母掏空家底，卖掉房子，勉强凑钱赎出来后，不仅人财两空，还背上了一屁股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当我从法院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那把崭新的车钥匙时，阳光正好，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蓝得那么纯粹，一切终于回到了正轨。重新开上自己的大巴，感觉就像是断了腿的人重新长出了双脚，那种踏实感和掌控感无与伦比。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周经理，他对我能这么快解决麻烦，拿回车子也感到十分惊讶和佩服。我们的合作关系比以前更加稳固，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和雷打不动的信誉，我的活越接越多。有时候忙不过来，我就会把一些单子分给老杨手下那些信得过的老司机，大家有钱一起赚。不到半年，我就把之前欠亲戚朋友的债都还清了，还攒够了母亲后续康复疗养的全部费用。我把母亲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给她租了最好的房子，请了专业的护工，安排了全国顶尖的康复医生。看着母亲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我感觉我这1年多吃的所有苦都值了。老杨看我一个人忙得像个陀螺，正式向我提出了合伙的建议。这一次不是司机和客运站老板，而是平等的合作伙伴。我们共同出资注册了一家新的客运公司，老杨负责人脉和管理，我负责车队和运营。我的事业迎来了新的高峰，我不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个体司机，我有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团队。我贷款买了新车，把最早跟着我干的几个兄弟都招了进来，给了他们远超同行的待遇和股份。我的车队在行业内的名气越来越大。年底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路过曾经熟悉的街道，我看到了一家3口正从一间阴暗潮湿的出租屋里走出来，是刘坤和他父母。曾经意气风发的刘坤此刻灰头土脸，身上穿着一件满是污渍的工地迷彩服，整个人瘦得脱了相，眼神里充满了麻木和怨毒。听说他因为信誉彻底破产，在客运圈混不下去，只能去工地上打零工。他父母更是苍老了10岁不止，头发花白，满脸愁容。他们也看到了我开着那辆崭新的黑色越野车。刘坤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交织着嫉妒、不甘、悔恨，还有深藏的恐惧。我没有停车，甚至没有减速，我没有下车去炫耀，也没有说一句嘲讽的话，那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平静地踩下油门，与他们一家擦肩而过。
后视镜里，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点。刘坤，这个名字，这个曾经占据我整个青春的人，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过客了。我的未来在前方，不在后视镜里。我的客运公司在第2年就步入了飞速发展的正轨。我们凭借服务第一、信誉至上的原则，签下了好几个大客户的长期合同，在行业内彻底站稳了脚跟。母亲的手术非常成功，康复的也很好，甚至还在社区里报了个老年大学，学起了书法。我把公司的部分干股分给了最早跟着我一起打拼的几个兄弟。我始终记得老杨对我说的话：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让多少人跟着他一起赚钱。我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大客车驾驶证，偶尔班次特别急或者人手不够的时候，我还是会亲自上阵，开上那辆陪我经历过一切的大巴，跑上一趟长途。我享受那种手握方向盘驰骋在路上的感觉，那让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年终分红，公司的利润远超预期。在庆功宴上，我给所有的合伙人和兄弟们都包了一个让他们惊掉下巴的大红包。酒桌上，大家推杯换盏，笑声震天。我举起酒杯，第一个敬的是老杨。杨哥，没有你就没有我徐哲的今天。老杨红光满面跟我碰了一下杯，是你小子自己争气。我又敬了那些跟着我一路走来的兄弟们。各位，我徐哲不是个会说漂亮话的人，我只知道有我一口肉吃，就绝对有兄弟们一口汤喝。大家轰然叫好，气氛达到了顶点。我喝下杯中的酒，辛辣的液体划过喉咙，眼前却有些恍惚。我想起了1年多以前，同样是在一个饭局上，我拿到了那张虚辱的6万块银行卡，真像是上辈子的事了。经历过背叛，经历过绝境，我才真正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情义千金，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有时候真的不堪一击。但真正的伙伴不是靠虚无缥缈的感情来维系的，而是建立在公平、尊重和共同的利益之上。酒过3巡，一个刚从老家回来的司机带来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哎，你们听说了吗？刘坤那小子在工地上偷钢筋被抓了现行，让人家给打断了腿。他爹妈哭天抢地的在医院借钱呢，真是惨哦。饭桌上瞬间安静了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我。我拿起酒瓶给自己的空杯倒满了酒，然后我举起杯，对着窗外的夜色平静地说道：来，我们继续喝，庆祝我们自己的未来。我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窗外是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璀璨如星。属于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庆功宴散场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我一个人站在酒店门口，看着兄弟们三三两两勾肩搭背的钻进出租车，笑声渐渐消失在夜色里。老杨临走前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徐，早点回去歇着，明天还有大活儿。我点点头，却没急着走。深秋的风已经有了寒意，吹在脸上像细密的针。我点了根烟，靠在酒店门口的石狮子上，看着对面24小时便利店的灯光发呆。手机震了一下，是母亲发来的微信：阿哲，少喝点酒，明天记得吃早饭。我盯着屏幕上的字，眼眶忽然有些发酸。1年前，我还在为母亲的手术费发愁，啃着冷面包堵在高速上。1年后，我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愿意跟着我干的兄弟，母亲也能在温暖的南方城市里安心养老。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不是兴奋，也不是焦虑，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站在一个岔路口，回头是满地的碎玻璃和血迹，抬头是浓得化不开的雾。我狠狠吸了口烟，把烟头碾灭在地上。管他呢，反正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第2天一早，我照例5点半起床，开车去了客运站。老杨已经在办公室里泡好了茶，见我进来，他指了指桌上的文件夹，看看吧，周经理那边新来的合同。我翻开文件，眉头渐渐皱了起来。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保底运量，阶梯式运费结算。我抬起头看着老杨，杨哥，这是什么意思？老杨喝了口茶，慢悠悠地说：宏远客运那边业务扩张，要在省城开新的分站。周经理的意思是想把所有长途运输的业务打包给我们公司，签3年的长约。3年长约，这4个字像一块巨石砸进我心里，掀起滔天巨浪。可是我有些犹豫，咱们现在的运力能吃得下吗？老杨笑了，眼睛里闪着精明的光。小徐，你问到点子上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商量的事。他站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用手指点了点几个城市的位置。省城、江城、海城这3个地方是宏远未来3年的重点。咱们现在的车队满打满算只有8辆车，连基本盘都喂不饱。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看着地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所以我们要扩编，不是扩编。老杨转过身，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是重组。重组这个词让我愣了一下。小徐，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老杨坐回椅子上，语气变得认真起来。咱们公司现在有8辆车，14个司机，2个调度。但这些人基本都是你以前跑车时候认识的兄弟，靠的是你徐哲2个字的面子。我点点头，没说话。可面子这东西能撑一时，撑不了一世。老杨点了根烟，烟雾在晨光里翻卷。要想把公司做大，就得有规矩，制度管人，流程管事，利益拴心。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文件递给我。
这是我托人你的公司章程和股权激励方案，你看看。我接过来一页一页翻着，司机分级管理制度、安全绩效考核办法、合伙人晋升通道，密密麻麻的文字，看得我头皮发麻。杨哥，这些太专业了。我苦笑着放下文件，我就是个开车的，哪懂这些？老杨摆摆手，你懂开车就够了，这些杂事我来操心。但有一条你得记住。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把自己当成一个司机，你是老板，是掌舵的。司机只需要看好自己眼前那2亩3分地，你得看好整片海。老板，掌舵的，这2个词压在我肩上，沉甸甸的。我沉默了许久，最后点了点头。杨哥，我听你的。接下来的3个月，我像是被人按进了滚筒洗衣机里，天旋地转。白天跑车见客户谈合作，晚上看文件学管理背制度，有时候累得眼皮都睁不开，还得强撑着听老杨给我讲什么财务报表分析和现金流管理。有一次在服务区休息，我靠在驾驶座上闭目养神，脑子里全是那些数字和表格，忽然觉得自己可笑。以前觉得最难的是没日没夜的开车，一个人扛着全家的希望在路上熬，现在才知道最难的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对一堆看不懂的文件，还得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可我知道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那天晚上，老杨带着我去见了一个人，城西物流园的陈老板，50多岁，在圈子里混了30年，手里握着10几个仓库和上百辆车。据说他的公司光每年的流水就抵得上我们几10个。我们在一个茶楼的包间里见面，陈老板穿着普通的夹克衫，头发花白，脸上挂着和气的笑，看着就像个退休老干部。杨老板，好久不见。他伸手和老杨握了握，然后看向我，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小徐。我赶紧站起来，陈老板好，我叫徐哲。坐，别客气。陈老板摆摆手，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听老杨说你是个能干的，把发小的车弄到自己名下，还把人送进了高利贷手里。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老杨在一旁笑了，老陈，你别吓唬小孩，那事是小徐占理，刘坤那小子自己不地道。陈老板点点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看着我，小徐，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见你吗？我摇摇头，因为老杨说你是个能成事的人。他放下茶杯，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但能成事的人多了，我见的也多。有些人跑得快，摔得也快，有些人跑得慢，却跑得久。他顿了顿，继续说，我看过你的资料，1年时间，从个体司机做到8辆车的小公司，技术过硬，信誉好，客户认可，这些都是你的本钱。我没说话，静静听着。但你现在遇到瓶颈了。陈老板一针见血地说，宏远那边的合同你吃不下去，不吃可惜，吃了怕噎死，是不是？我点点头，是。那我问你，你觉得做运输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了想说，车，有车才有运力，有运力才能接单。陈老板笑了，摇摇头，错。他伸出一根手指，是人。人，对。陈老板站起身，在包间里慢慢踱步。车坏了可以修，可以买，但一个好司机，一个靠谱的调度，一个能把客户当自己家人的业务员，这些是可遇不可求的。他停下来看着我，你知道我这30年最大的心得是什么吗？我摇摇头，钱是赚不完的，但人是会用完的。他叹了口气，我带出来的人，有的自己单干了，有的跳槽去大公司了，有的……他顿了顿，没往下说。包间里安静了几秒钟，老杨轻咳一声，老陈，你今天见小徐，不会就是为了给他上课吧？陈老板笑了，走回座位。当然不是，我是想问问你，小徐有没有兴趣跟我的人一起跑几趟？我愣了一下，一起跑？对，陈老板说，我手上有几个长期合作的客户，运输路线和你们宏远的有一部分重合，我想让你跟我手下一个老司机搭班，跑几趟云贵县。他熟悉那边的路况和人情，你熟悉长途驾驶和管理，互相学学。我看向老杨，老杨点点头，这是个好机会。陈老板的人都是几10年的老手，能学到真东西。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陈老板，谢谢您，我愿意。跟陈老板的人搭班跑车，是我入行以来最累的3个月。那个老司机姓孙，56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脸上全是风霜刻出来的褶子。他从18岁开始开车，开了整整38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孙师傅不爱说话，上了车就跟哑巴一样，只是闷头开车。但他做事极细，每次出发前他要花半个小时检查车况，轮胎气压、机油液位、刹车片厚度、灯光电路，一样一样过，比修车厂的师傅还仔细。我刚开始觉得他太磨叽，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了。直到有一次在云贵交界的一个盘山路上，我们正在爬坡，忽然听到后轮传来一声闷响，孙师傅瞬间减速，稳稳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下车检查，后轮内侧的轮胎鼓了一个拳头大的包，幸亏发现的早。孙师傅蹲在地上，用手摸了摸那个鼓包，要是刚才没减速，高速状态下爆胎，咱们俩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儿。我站在旁边，后背出了一层冷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觉得他磨叽过。孙师傅教我的不止这些，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偏僻的县城停车休息，当地的小贩故意抬价，一份盒饭要30块，我急得直跺脚，想去跟他们理论。孙师傅拦住我，递了根烟过去，急什么？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我说。孙师傅没吭声，靠着车头慢慢抽完那根烟，然后走到小贩面前，从口袋里掏出2张10块钱塞过去。兄弟，辛苦了，我们常跑这条线，以后多关照。那个小贩愣了一下，看了看手里的钱，脸色缓和下来。行，老哥，你等着。不到10分钟，盒饭送来了，量还特别足。回去的路上，我问孙师傅为什么要给他们钱，明明是他们在抬价。孙师傅看了我一眼，小徐，你知道这些小贩一天挣多少钱吗？我摇摇头，50、60块。孙师傅说，咱们一趟车他们也就挣这些。你急，他比你更急，他巴不得你急，你一急就乱，一乱就出事。到时候旅客投诉了，责任算谁的？我没说话。20块钱换一车旅客安安稳稳吃饱，值不值？我点点头，值。孙师傅笑了笑，没再说话。3个月下来，我学会了很多，学会了怎么在陌生的地方找到靠谱的修车店，学会了怎么跟小贩打交道不伤和气，学会了怎么在盘山路上控制车速和档位，学会了怎么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下保护发动机。但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一件事：开车这行看着是粗活，其实处处是精细，任何一个细节没注意到都可能要命。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公司终于正式挂牌了，名字是老杨起的，叫路通客运有限公司。他说这名字听着踏实，不浮夸。挂牌那天，我们在客运站门口摆了几桌酒席，请了所有合作的客户和圈子里关系好的同行。周经理来了，陈老板也来了。酒过3巡，周经理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小徐，有个事想跟你商量。”我心里一紧，周经理您说。明年开春我们在省城的新站要投产了。他看着我，那边的运输业务，我想全部包给你们公司。全部？我愣了愣。周经理，我们现在只有12辆车，恐怕……周经理摆摆手打断我，我知道你们运力不够，所以我有个建议，你们可以考虑在省城设个分公司，招当地的司机，用当地的车，这样既能降低成本，又能提高效率。设分公司，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周经理看我不说话，笑了笑，不急，你回去跟老杨商量商量，年后给我答复就行。送走周经理，我找到老杨，把他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老杨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这是个机会，也是个坑。怎么说？机会是，如果真能在省城站稳脚跟，咱们就不是本地小公司了，能跟那些大物流掰掰手腕。他点了根烟。坑是步子迈太大，容易扯着蛋。异地管理、人员培训、资金周转，哪样搞不好都是灭顶之灾。我看着他，杨哥，那你的意思是？老杨吐出一口烟，眯着眼睛想了想，先试试水，年后我带几个人去省城跑一趟，摸摸情况。你留在家里盯着老本行，2手准备。我点点头。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周经理说的话。省城分公司更大的市场，这些东西1年前对我来说还是天方夜谭，可现在他们就摆在面前，伸手就能够到。我不知道是该兴奋还是该害怕。春节前1周，我开车回了趟老家，不是衣锦还乡，只是想去给父亲上坟。父亲的墓在老家后山的一片荒坡上，周围长满了枯草。我把坟前的杂草清理干净，点上香，烧了纸钱，然后蹲在那儿发呆。父亲走的那年我18岁，他在工地上出的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连句遗言都没留。那时候我还在读高中，母亲的眼泪都快哭干了。办完丧事，家里欠了一屁股债，我辍了学，跟着亲戚学开车，一开就是10年。10年里，我开过翻斗车、渣土车、中巴车，最后开了大巴。10年里，我见过无数场事故，见过同行死在方向盘上，见过家属在路边哭得撕心裂肺。10年里，我无数次想放弃，想换个活法，可每次看到母亲的白发，又咬着牙上了路。现在我终于能挺直腰杆站在父亲坟前了，我跪下去磕了3个头，爸妈的身体好多了。我开了家公司，有10几辆车，有几十号兄弟跟着我干。您放心，我不会给您丢人的。风从山脚吹上来，吹得纸灰四处飘散。我站起身，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忽然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阿哲啊，做人要实在，踏踏实实干活，本本分分赚钱，别想那些歪门邪道，摔下来疼的是自己。我点点头，像是他能听见似的。爸，我记住了。年后，老杨带着2个业务骨干去了省城，我留在家里，一边跑车一边盯着公司的日常运营。刚开始那几天，一切正常，司机们照常出车，客户们照常下单，账面上的流水虽然不算多，但也够维持。可到了第5天，问题来了，一个跟了我们大半年的司机忽然提出辞职。他姓周，30出头，技术很好，人也踏实。我亲自找他谈，问他为什么要走，他支支吾吾半天，最后说了实话：徐总，有家公司出双倍工资挖我，还包吃住。我家里2个孩子要养，实在没办法。双倍工资，我愣了一下，哪家公司？他摇摇头不肯说。
我没再追问，给他结清了工资，多发了2个月奖金，送他出了门。可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1周又有3个司机提出辞职，理由都一样，有人出高价挖人。我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打电话给老杨，他听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有人在背后搞我们。谁？我让人查查。3天后，答案出来了，一个叫顺达客运的公司，3个月前刚在我们这边注册，老板是个外地人，据说背景很深，资金雄厚。他们正在大规模招兵买马，给出的待遇比市场价高出3成。更关键的是，顺达客运的业务范围和我们的高度重合，也是跑长途运输，也是主要服务建材行业。我拿着那份调查报告，手指微微发抖，这是要跟我们抢饭吃。老杨连夜从省城赶回来，我们俩在办公室里坐到半夜。怎么办？我问他。老杨抽着烟，眉头拧成疙瘩。2条路，一是硬刚，咱们也涨工资，跟他们抢人；二是软扛，想办法稳住现有的人，同时发展新的司机来源。硬刚的话，咱们的资金扛得住吗？老杨摇摇头，扛不住。顺达那边背后有大资本，咱们是小本经营，拼价格拼不过。我沉默了。拼不过，那怎么办？眼睁睁看着人被挖光，公司垮掉。老杨忽然说：“小徐，你还记得陈老板的话吗？”什么话？做运输生意最重要的不是车，是人。他盯着我，咱们现在缺的不是钱，是能把人留住的东西。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老杨掐灭烟头，站起身。明天咱们开个会，把所有司机都叫上，我有话要说。第2天下午，公司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人，10几个司机，还有几个调度和后勤都来了。老杨站在前面，没有用话筒，声音却很清楚。兄弟们，我知道最近有人在挖咱们的人，开出的条件很诱人，2倍工资包吃住，各种福利。下面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他。我不怪那些想走的兄弟，养家糊口天经地义，谁给的钱多跟谁干，这没毛病。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但我今天想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咱们这个公司是怎么来的？他指了指我，徐哲1年前还是个个体司机，被发小坑的差点进监狱。他靠什么撑过来的？靠的是那辆破车，靠的是咱们这些兄弟，靠的是客户对他的信任。现在公司有10几辆车，有20多号人，这20多号人里有多少是徐哲一个一个请来的？有多少是跟着他从最苦的时候熬过来的？没人说话。顺达那边出2倍工资，他们有钱，他们烧得起，可他们能给的是什么？钱，只有钱。老杨的声音提高了，但咱们能给的不只是钱，咱们能给的是人情，是信任，是一个锅里的饭。我老杨说话直，不会拐弯。今天把话说清楚，想走的我欢送，多发1个月工资当红包；不想走的，从今天起所有人的底薪涨15%，年底分红按股份算。另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我让人拟的司机持股计划。干满3年的司机可以按比例入股公司，干满5年的可以晋升合伙人。会议室里嗡的一声炸开了，司机持股合伙人，这些东西在那些大公司里都不多见，更何况我们这样的小运输公司。我看着老杨，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这就是他说的能把人留住的东西，不是钱，是归属感。老杨那番话起了作用。第2天，3个原本打算辞职的司机主动来找我说不走了，徐总，咱们一起从苦日子熬过来的，我不能因为那几个臭钱就把良心丢了。一个老司机拍着胸脯说。我握着他的手，眼眶有点发热。兄弟，谢谢你。可也有人还是走了。那个最早提出辞职的小周，最终还是去了顺达。临走那天，他躲着我的眼神，低着头说了声徐总对不起，然后匆匆离开。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不恨他，真的不恨。他有他的难处，2个孩子要养活，老婆没工作，老人身体也不好，2倍工资对他来说是救命钱，但我心里还是堵得慌。晚上我给老杨打电话说了这事，老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小徐，你知道什么是老板吗？什么？老板就是别人可以走，你不能走；别人可以倒下，你不能倒下；别人可以有情绪，你得永远清醒。他顿了顿，继续说：小周走了，那是他的选择，咱们把留下的兄弟照顾好，把公司干好，这才是正事。我挂了电话，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的夜景。老杨说的对，我不能倒下。顺达的挖人攻势持续了2个月，这2个月里，我们一共走了5个司机，都是技术好的老手。留下的有死心塌地跟着干的，也有暂时观望的。老杨说这很正常，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真金。我每天早起晚睡，亲自跟车跑线路盯调度，有时候累得趴在方向盘上就能睡着，可一闭眼脑子里全是公司的事。母亲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样，我每次都说过的好着呢，让她别操心。可挂了电话，一个人坐在驾驶室里，心里空落落的。有一次我半夜开车经过一个服务区，停下来休息，对面停着一辆顺达的车，司机正在车下抽烟。我借着灯光看过去，愣了一下，是小周。他也看见了我，手里的烟掉在地上。我们对视了几秒钟，谁都没说话。最后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低着头说：徐总，
对不起。我看着他，发现他瘦了很多，眼睛下面全是青黑。在那边怎么样？他苦笑了一下，累，每天跑10几个小时，没休息日，说是双倍工资，扣掉各种费用，拿到手也没多少。关键是，他顿了顿，心里不踏实。老板就知道催命一样，我没说话。他抬起头看着我，徐总，我能回来吗？我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我摇摇头，小周，不是我不收你，是你自己选的路，跪着也得走完。他愣住了，脸上的表情慢慢变成苦涩。我明白了。他转过身，慢慢走回自己的车。我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老杨后来知道了这事儿，叹了口气说：“你做得对，开这个口子，以后谁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公司成什么了？”我点点头，没说话。道理我都懂，可心里还是难受。半年后，顺达那边出事了，据说是老板卷款跑路，拖欠了司机好几个月的工资，留下一屁股债。那些被高薪挖走的司机，一夜之间全成了讨薪的民工。消息传开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看报表。老杨放下手机，看着我：“小周来找过我。”我抬起头，他来干什么？想回来，说那边的工资没拿到，家里快揭不开锅了。我沉默了一会儿，你怎么说的？老杨苦笑了一下，我说公司现在不缺人。我点点头，不是我心狠，是小周当初走的时候带走了我们2个大客户的信息，虽然没造成太大损失，但这种背叛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掉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开着车去了城西的一个工地，顺达的车队被扣押在那里，几十辆车排成一排，落满了灰，有几个司机蹲在车下抽烟，一个个灰头土脸，眼神空洞。我在人群里看到了小周，他蹲在最边上，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我没下车，只是远远看了一会儿，然后调转车头离开。回去的路上，我想起当初在派出所，刘坤对我说的那句话：“你斗不过我。”那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可现在想想那算什么？真正难的不是被人陷害，而是看着曾经并肩的兄弟一个一个离开。真正难的不是被人挖墙角，而是明知道有人在搞你，你还得咬牙撑住，不能乱，不能慌，不能让留下的兄弟看出来你在害怕。真正难的是，你明明可以心软，可以放那些人一马，可你得硬着心肠说不，因为你是老板，因为你得对留下的人负责。年底的时候，省城的分公司终于正式开业了，老杨亲自过去坐镇，我留在家里守着大本营。开业那天，周经理送了个花篮，陈老板也派了人来，场面不大，但热热闹闹的。晚上视频通话的时候，老杨喝得脸红红的，对着镜头大声说：“小徐，你放心吧，这边稳了，咱们明年至少再翻一番。”我笑了笑说：“杨哥辛苦了。”挂了视频，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公司现在有23辆车，37个司机，2个分公司，年流水破了1000万。可我心里却没有想象中的激动。那些曾经一起熬过来的兄弟，有的走了，有的还在。那些曾经并肩跑过的路，有些还在跑，有些已经换了人。老杨说这是成长的代价。可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当初刘坤没坑我，如果我还是那个个体司机，现在会是什么样？也许还在没日没夜的开车，为了几个运费跟货主讨价还价，也许还在做着发家致富的梦，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也许还在相信所谓的兄弟情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卖掉。我不知道哪种更好，但我知道我没有回头路了。腊月28，我提前关了公司，给所有司机放了假，让他们回家过年。最后一个走的是老张，一个跟了我2年的司机。临走前，他站在门口，搓着手，欲言又止。我问他：“老张，有事？”他犹豫了一下，说：“徐总，我想跟你借点钱。”我愣了一下，怎么了？他低下头，声音闷闷的：“我儿子要结婚了，彩礼钱还差5万。我想着先跟你借点，明年慢慢还。5万块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我没犹豫，直接给他转了账。他愣愣地看着手机，眼眶红了。徐总，我拍拍他的肩膀，好好过年，明年咱们继续干。他重重的点点头，转身走了。我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忽然觉得这个年没那么难熬了。晚上我给母亲打电话，说今年回去过年。母亲在电话那头高兴的不行，连声说好，要给我做最爱吃的红烧肉。我挂了电话，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忽然笑了。1年前我还在为母亲的医药费发愁，1年后我能让她过上好日子，还能帮兄弟解决燃眉之急，这种感觉真好。大年30那天，我开着车回了老家，母亲在门口等着，看见我的车眼眶就红了。我下车抱住她，闻着她身上熟悉的烟火味，心里酸酸的。妈，我回来了。她拍着我的背，声音哽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年夜饭很丰盛，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我们娘俩坐在桌边，电视里放着春晚，外面偶尔传来几声鞭炮响。吃到一半，母亲忽然说：“阿哲，你跟妈说实话，这1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我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没有，挺好的。”母亲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你别骗妈，妈知道开公司不容易，你一个人扛着那么多人，能不苦吗？”我没说话，她握住我的手：“苦就苦点，妈在呢，累了就回来，妈给你做好吃的。”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假装吃菜。窗外远处的夜空中烟花一朵一朵的炸开，五颜六色的照亮了半边天。正月初5，我回了公司，不是不想在家多待几天，是有一批紧急的班次要发。周经理打来电话说，省城那边的工地提前开工，旅客必须在初8之前送到。他找不到别的车，只能找我帮忙。我二话没说答应下来。挂了电话，我给几个司机打电话拜年，顺便问他们愿不愿意提前回来跑一趟。让我没想到的是，所有人都说愿意。徐总，你一句话的事，我明天就回来。在家待着也是待着，正好挣个加班费。徐总，你说几点出发？我马上收拾东西。我站在办公室里，听着电话那头一个接一个的声音，心里热热的。初7那天，5辆车准时出发，满载着旅客上了高速。我亲自带队，开着头车，一路上大家轮流开车，轮换休息，车不熄火，人不离岗。初7晚上，车队顺利抵达省城车站。周经理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握着我的手连连道谢。小徐，太感谢了，你这帮兄弟真是没得说。我笑了笑，应该的。送完旅客，我们在省城找了个小饭馆，10几个人挤在一起，要了几个菜几瓶酒。老张举起酒杯对着大家说，来，敬徐总，敬咱们公司。大家轰然响应，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喝下那杯酒，辣辣的液体划过喉咙，心里却暖洋洋的。这就是我的兄弟，这就是我的公司。年后公司接了个大单，是省城一个新开发的客运站，需要长期运输旅客，合同一签就是2年，每年的运费近1000万。老杨高兴得合不拢嘴，连说了3遍，老天爷赏饭吃。可我心里清楚，这不是老天爷赏的，是这1年来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我们用信誉、用技术、用责任心，一点一点攒出来的。签完合同那天晚上，我请所有司机吃饭，酒过3巡，老张忽然站起来说，徐总，我想跟你说个事。我看着他，你说。他深吸一口气，我想入股。饭桌上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他。老张的脸红了，但眼神很坚定。我跟了你2年，看着公司一天天做大，我想当公司的合伙人。我愣了一下，然后看向老杨。老杨笑了，点点头。我站起来，走到老张面前，伸出手，欢迎你兄弟。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眶红红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兄弟不是靠感情维系的，是靠共同的利益绑在一起的。当每个人都觉得公司是自己的，都愿意为他拼命的时候，这个公司就真的站住了。6月份，公司接了第1个外地单，客户是海城的一家工厂，需要运送一批工人到西北，路程2000多公里，要翻好几座大山，路况复杂，风险很大，没有人愿意接，不是怕累，是怕出事。那条路我跑过，有一段是著名的死亡弯道，每年都有车翻下去。老杨来找我商量，问我怎么办。我想了想说，我去。老杨愣了一下，你去？我点点头，我不去，谁去？这单是咱们打开外地市场的关键，不能出一点差错，别人去我不放心。老杨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拍拍我的肩膀，行，我陪你去。我摇摇头，杨哥，你留在家里，万一我那边出什么事，家里得有人撑着。老杨看着我，眼睛里有些复杂的东西。最后他说，好，小心点。出发那天早上，我一个人开着车上了路，2000多公里，我一个人跑，累了就在服务区眯一会儿，饿了就啃几口面包，不敢停太久，怕耽误时间。第3天下午，我终于到了那个传说中的死亡弯道。那是一个连续下坡的急弯，一边是陡峭的山壁，一边是万丈深渊，路面窄的只能容1辆大车通过，弯道处几乎看不见对面。我把车速降到20码，死死盯着前方的路，手心全是汗，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就在我慢慢转过弯道的时候，对面突然冲出来一辆小车，速度飞快，几乎贴着我的车头擦过去。我猛打方向盘，车身剧烈晃动了一下，差点撞上山壁。等我稳住车，心跳得像打鼓一样，后背全是冷汗。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接下来的路我开得更慢了。等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客户是个50多岁的老板，看见我的车停稳，快步迎上来，辛苦了，辛苦了，路上还顺利吧？我跳下车，腿有点发软，但脸上还是挤出笑，还行，旅客都安全送到，你验收吧。他验完车，满意的点点头，当场把运费转给了我。然后他看着我，忽然说，小伙子，有没有兴趣跟我们长期合作？我愣了一下，长期合作？他笑了，对，我们每个月都有工人要运，一直找不到靠谱的车队，你要是愿意，以后这些单都交给你。我站在那里，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条差点要了我命的路成了我的新机会。从海城回来以后，我躺了整整2天，不是累，是吓的。那个弯道，那辆飞驰而来的小车，至今还在我梦里出现。可我知道我不能怕，怕了就输了。第3天，我照常去了公司。老杨看见我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不多休息几天？我摇摇头，没事，习惯了。他看着我叹了口气，小徐，你别太拼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笑了笑，杨哥，我知道。那天下午，海城那个老板打来电话，说有一批工人急着运，问我能不能接。
我看了看日历，算了算时间，说能。挂了电话，我找来老张，把单子交给他，你带队去，多带2个人，路上小心。老张愣了一下，徐总，你不去？我摇摇头，我得留在家里，以后外地的单子你来跑。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复杂的东西，最后他点点头，好，你放心。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心里忽然有些感慨。1年前，我还是一个人扛着全家的希望在路上跑，1年后，我已经可以把最危险的单子交给别人了。不是我不负责任，是我终于明白，一个人跑得再快，也跑不过一支队伍。年底的时候，公司开了个总结会，老杨拿着一沓报表站在前面，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笑。兄弟们，今年咱们的流水突破了2000万，利润比去年翻了一番，这是所有人的功劳。下面一片欢呼。老杨等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明年咱们的目标是再翻一番。欢呼声更响了。我站在角落里，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心里暖暖的。老张已经是公司的合伙人，手下带着10几个人。小周后来还是回来了，我让他从基层干起，他没一句怨言。还有那些从一开始就跟着我的兄弟，有的升了职，有的入了股，日子都越过越好。散会以后，我一个人走出办公室，站在院子里抽烟，夜风吹过来，凉凉的，却很舒服。手机响了，是母亲发来的微信：阿哲，明天回来吃饭吗？妈给你炖了排骨汤。我盯着屏幕，忽然笑了，回，明天一早就回。收起手机，我抬头看着夜空，星星很多，一闪一闪的。我想起父亲临走那天，我也是这样看着夜空。那时候我觉得天塌了，现在我觉得天还很高，路还很长。大年29，我提前关了公司，给所有司机发了红包，让他们回家过年。老张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徐总，明年见。我拍拍他的肩膀，明年见。最后一个走的是老杨，他站在门口看着我，忽然说：小徐，这1年你辛苦了。我笑了笑，杨哥你也辛苦了。他点点头，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时的样子。那时候我还是个被发小坑得差点进监狱的穷司机，他是客运站的老板，愿意给我一个落脚的地方。这一晃2年多了，我从一个人变成了几10个人的老板，他从一个客运站老板变成了我的合伙人。我们一起扛过最难的时候，一起熬过最苦的日子，这份情不是钱能衡量的。大年30那天，我开车回了老家，母亲在门口等着，穿着新买的红棉袄，脸上带着笑。阿哲，快进来，外面冷。我跟着他进屋，屋里暖烘烘的，桌子上摆满了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鱼、饺子都是我爱吃的。我坐下，拿起筷子，忽然有些愣神。母亲看着我，怎么了？我摇摇头，没事，就是想起以前了。以前过年家里穷的只能买几斤肉，母亲舍不得吃，全留给我。以前过年我一个人在路上跑，听着收音机里的春晚，啃着冷馒头。以前过年我不敢想以后，因为以后太远了，远的看不见。可现在以后就在眼前。母亲给我夹了块红烧肉，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我点点头，大口吃起来。窗外烟花一朵一朵的炸开，五颜六色的照亮了半边天。正月初6，我回了公司，不是不想在家多待，是有一批旅客要赶在初8之前送到。周经理打来电话说，省城那边的新厂投产了，急需一批工人，别的车队都还在放假，只有我们愿意接。我二话没说答应了。挂了电话，我给老张发了个微信，明天能回来吗？他秒回能。我又给其他人发消息，所有人都说能。第2天一早，车队准时出发，还是那条熟悉的高速，还是那些熟悉的风景。我开着车，看着前方的路，心里平静的像一潭水。老张在副驾驶上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阳光从挡风玻璃照进来，暖洋洋的。我忽然想起2年前，我也是这样开着车，一个人没日没夜的跑。那时候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只知道不能停，停了妈就没钱做手术。现在妈好了，公司起来了，兄弟们也有了盼头，不能停还是不能停，但不是因为怕，是因为想走得更远。3月份，公司接了个大单，是一个大型建筑集团，需要长期运输工人到全省各地，合同一签就是3年，每年的运费近3000万。老杨高兴的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小徐，咱们发了。我笑了笑，没说话。发没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单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咱们终于从一个小公司变成了行业里有头有脸的角色，意味着以后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人得正眼瞧我们，意味着当年那个被罚小坑的差点进监狱的穷司机真的站起来了。签完合同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开车去了后山，父亲的坟前草又长高了，我蹲下把草清理干净，点上香，烧了纸钱，然后我跪下去磕了3个头。爸，公司签了个大单，3年3000万，您儿子没给您丢人。风从山脚吹上来，吹得纸灰四处飘散。我站起身，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天很高，路还很长，但我已经不害怕了。年底的时候，公司开了个年会，在一个酒店的大厅里摆了20桌酒席，所有司机、家属、合作伙伴都来了，周经理来了，陈老板也来了。老杨站在台上，拿着话筒，声音洪亮。
兄弟们，今年咱们的流水突破了5000万，这是所有人的功劳。下面一片欢呼。明年咱们要冲击1个亿，欢呼声更响了。我坐在台下，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心里忽然有些恍惚。2年前，我还是个被发小坑的差点进监狱的穷司机。2年后，我坐在年会上，听着几千人的欢呼，看着上百号兄弟的笑脸，这一切像一场梦。可我知道，这不是梦，这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路。酒过3巡，老张端着酒杯走过来，徐总，敬你一杯。我站起来和他碰了碰杯，他一饮而尽，然后看着我，眼眶有些红。徐总，谢谢你。我愣了一下，谢我什么？他摇摇头，没说话，只是又给我倒了杯酒。我看着他，忽然想起2年前，他站在我面前，低着头说要借5万块钱的样子。那时候他儿子要结婚，彩礼钱不够。现在他儿子已经有了孩子，他当了爷爷，也在公司入了股，日子真的越来越好了。年会散场的时候已经是凌晨，我一个人站在酒店门口，看着兄弟们三三两两离开，笑声渐渐消失在夜色里。老杨走过来，递了根烟给我。小徐，在想什么？我接过烟，点上吸了一口，在想以后。老杨笑了，以后还长着呢，想那么多干嘛？我摇摇头没说话。不是我想的多，是这一路走来，太多的不容易，太多的背叛，太多的离别，太多的生死一线。老杨拍拍我的肩膀，小徐，记住一句话。什么？人能走多远，不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看他逆风的时候怎么走。我看着他没说话，他继续说，最难的时候你扛过来了，以后只会越来越好。我点点头。老杨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夜色里。我站在那儿抽完那根烟，然后我抬头看着夜空，星星很多，一闪一闪的。我忽然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阿哲啊，人这一辈子就像开车，有时候上坡，有时候下坡，有时候平路，不管啥路，握紧方向盘，别松手。我点点头，像是他能听见似的。爸，我记住了。